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泰，我是小静。这是我们第一集的视频啊。这一集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主题？猫咪？不是，我们要讲的叫3个字，叫普洱茶。对，那很多人会问说，什么是普洱茶？所以我这次特别做了这一集有关于普洱茶的定义，它的概念等等，边喝茶边聊。好。好，你对普洱茶大概了解多少？就是我知道，就普洱茶有分熟茶跟生茶嘛。对。还有呢？然后普洱茶来自云南。对。然后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所以呢，我们先从普洱茶的定义来区分好了，因为每一次啊，我去外面做分享会或者是开茶会的时候，其实到后面大家都在问普洱茶。定义来说，普洱茶必须是在中国云南，然后以他们的云南地理标示保护范围内，差不多有600多个乡镇区域，有大区有小区，好。那比如说昆明、楚雄的普洱、西双版纳、大理等等，临沧，它一定要在600多个乡镇市内，这个就是他们中国的标示范围内所制作的茶。再来第二个也是很重要的地方，叫做一定要是云南大叶种的晒青毛茶，大叶种，而且要晒青茶才行。大叶种晒青茶。第3个要有独特的加工工艺，第4个要形成独特的风味品质，而且它是后发酵的茶，所以要满足这4点才能称为普洱茶。这有点像什么呢？先喝一口茶再说。喝普洱茶有点像喝香槟的概念啦。好，我们讲香槟概念是什么？刚刚我们讲普洱茶的定义已经是在云南这个地区，对不对？那香槟是在法国的香槟区才能叫香槟，香槟区以外的叫气泡酒，就可以叫 champagne 那个 sparkling， 这是非常完整，这是法国政府规定的。明定的，所以一样，中国政府明定普洱茶在中国云南巴拉巴拉巴拉的地区怎么样制作，然后独特风味品质巴拉巴拉，这样才能叫普洱茶。在云南以外，对不起，生产甚至那边的茶树，你发现古茶树 anyway， 你在那边都不能叫做普洱茶。所以它会形成独特风味的口感。那即使我们比较不同厂家，只要它制作过程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陈化或存放的时候它没有太多的问题存在的话，其实基本上风味就差不多会是往那个区块走。所以有人说，我在广东有看到普洱茶，是可以，广东可以卖普洱茶，但是他说普洱茶在广东制作，它就不能叫普洱茶了。举例来说好了，我们说阿里山的高山茶，它是不是要在阿里山制作，而不是阿里山包装啊？你不是说阿里山山下拿的茶叶带到阿里山，或台北的茶带到阿里山包装就是阿里山的茶，也不是它包装上写阿里山就是阿里山，对吧？是不是？所以它这个定义一出来，我们就非常明显了。然后再来，我们再讲第二个部分好了。我们刚刚是讲以这个地理位置跟制作工艺划分，这是一个划分方式。好，第二个普洱茶的划分分为什么？刚刚一开始我记得你有讲生茶跟熟茶。对。这个是以后发酵的工艺的不同来分别的。我们先讲生茶好了，生茶就是生普洱，它是归为什么类型？它是归为清茶类。当然也有人说普洱茶是因为它是非常特别的，因为有那些规定跟树种的关系，它应该不属于清茶类，它应该会从6大茶类拉出来，另外第7大茶类做。也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，因为偏向乌龙的方式，所以它会拉到所谓的清茶的部分，也就是所谓在云南的简称叫什么？云南简称不是叫哈，云南的简称叫滇。对，广东的简称叫什么？粤。福建的简称叫什么？闽。好，不管。所以呢，回到云南的这个普洱茶，当地人也叫做滇青。滇青啊，滇红，对，嫣红就是云南的红茶叫滇红，对，然后闽南的红茶叫闽红。原来是安内啊。对，所以说同样的茶叶是可以做不同的茶种的，是吗？是，同样的茶叶可以做不同的6大茶类做出来，这就是我们讲6大茶类。好，这个6大茶类如果大家想要知道，改天我们再做一集视频。所以
我们讲一下这个生茶的制作工艺啊。生茶的制作工艺是采摘完摊晾，好杀青揉捻，再来是最重要的工序叫阳光晒青或日光晒青。晒青完之后呢，我们先挑选黄片，变成毛茶。毛茶之后，我们经过称重、蒸压、干燥、包装。蒸压的是为什么？蒸压我们是压成饼，当然蒸压也可以压成砖。饼砖、沱茶、茶丹龙珠都是，甚至毛茶、散茶。当地人不喝砖，不喝饼，当地人都喝散茶。那这世界上还有做成什么很特别形状的？香菇头啊？还有吗？还有其他？有没有做成乐器形状？没有，但是有叫做金瓜贡茶或者人头这么大的。我记得现在在中国的那个北京那边的那叫什么博物馆，那边还有人头，故宫有一颗。是清代的，对，就是这样一颗的，是没有办法。觉得是人头吗？没有，它跟人头一样大。对，就是我们假设把它就是那种茶丹龙珠的放大版，就是一颗这样。它是贡茶，是上贡给皇帝，不能喝，为什么？那已经变古董了。哦，对，那可能是从那个皇宫那边留下来的，以前清代吧。茶就带不走，那不值钱，大家当然带那个珠宝宝石，对不对？在逃难或者什么时候。大部分的茶友买饼是大家都知道，这个是未来茶是会，因为茶是稀缺物质，我们不能说茶永远会涨，但我们都知道通膨的可怕，然后大家薪水都在涨，对不起，薪水不一定涨，物价都在涨。我的薪水呢？对，薪水这么少？再多套一炮，薪水不一定涨，但物价都在涨。对不对？物价都在涨，然后再来是我们知道，而且大环境，对，就是大环境的东西，天气的变异，大自然的东西也会越来越稀缺。是这个没有办法，说不定以后连就是好的东西都没有。对，所以我们可是好的茶又可以保存，就是这个茶又是可以保存的，而且对身体健康，对，我觉得是对身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。熟普就不属于清茶类了，因为它经过了渥堆发酵，经过渥堆发酵，它就变成什么？它这个只要有渥堆发酵的这个工艺，我们在六大茶类里面就叫黑茶。六宝茶里面有黑茶，安化有黑茶，唯一工艺不同就叫做渥堆发酵。好，我先大概讲述一下熟茶的制作工艺：采摘、摊凉、杀青、揉捻、阳光晒青。晒青完就是渥堆发酵。然后渥堆发酵怎么发酵？你想象他们把这个毛茶呢堆在一个像以前我们堆高机的砧板上，好的厂家他们会查温度计，因为要控温，在上面洒水，然后呢会再把一个大帆布把它盖起来，然后在某些温湿度下，他们会再去翻，不让它结块。干燥后的茶叶碰到室温的水，它会自然的发热。每一家厂家做的渥堆不太一样，所以我们拉回来重点，生茶熟茶唯一不同的点在于渥堆发酵，因为它是渥堆发酵是人为的。但是生茶跟熟茶呢，都是叫做后发酵茶，一个是自然的后发酵，一个是人工渥堆发酵，所以我们在这两个体系上就会非常清楚它的不同之处。普洱茶定义来分是云南地理标示保护范围之内，差不多有600多个乡镇市，大区小区不管，就是那些区域他们规定的产的茶叶。再来是第二个一定要云南大叶种晒青茶。第三个独特的加工工艺，那我刚刚讲的晒青就是加工工艺的其中一个部分，再来是形成独特的风味、品质、口感，比较是后发酵的茶。只要满足这4点，就是普洱茶定义了。今天我觉得先讲到这边，我觉得资讯量不知道对大家来说会不会太大，因为下一集我们要拍的部分会是比较专业一点点，会讲到所谓的以树种的方式来区分了。对，我们再跟大家聊下一集。先到这边，大家喜欢的话，欢迎大家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。再来是大家希望我们能讲什么，在底下留言。希望大家支持我们，谢谢，拜拜。